澎湖现流名家，虾中的霸主啊，真的是。这家四十斤有啊，30斤，安尼我6料有准啊。哎，各位不是在开玩笑的，38斤啊，一才40斤，哇，不差2公斤啊，神准！这个海鲜公道伯之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2点，我现在在澎湖的第3渔港鱼市场。我们今天有个任务，就是要找除了鱼以外，澎湖最顶级的海鲜，就是大虾和水晶小管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找得到。走。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里场面很混乱啊，这里，因为其实不光只是做生意要用的，有很多是从后面批去菜市场卖的都有。你看后面这边全部都是仔爹啊才会来后面这边买。如果是游客，一般比较少来这边买，因为这边比较混乱一点。但是这边有一些便宜又好的东西啊。靠背这里加入几个昂条，啊，这个是打的，它头那有一个伤痕，是打的。剥的小黄干啊，真的。我不知道赶把它刺死，它来不及刺。活体的扔鸡啊，软丝，皮肤还是活了。像这个鬼湖，这个鲜度也很好，这虽然是网的，但它鲜度是还不错。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便宜。那这里有这种烫小管，但是这种跟我们上次买的那种灯罩的就不一样。这个我们叫北区白区虾。哇，怎么今天抓到这么多保加来的啊？好，我们也发现冰卷啊，这个跟我们上次的那种不一样。它这个你看，它在上面有个开口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有减烟的，它那墨奶我拿掉了。它通常比较大只的话就会这样做，那这种单价就会再稍微高一点。手剥那个感觉，也不会觉得很有弹性。好，我们现在全部买走了。这个切一切沾沙拉就很好吃。双船进来的有点晚了，大家都围上来这边，很抢手这里。你看，底头在多啊，现在应该是6点12分了。像这种就是哇啦的清楚，要怎么看呢？它这个色泽哈，我不用拿就知道说它还没进入10号浆子。你看还是软的，对不对？还没进入浆子，哇，好软哦！这个鲜度是几加，而且它还有刺实的，抓上来就是刺实。它身上就是呈现这个很鲜艳的色彩，像这只就应该是已经进入浆子期了。对不对？我靠，这还是魔啊，小心啊！哦，还有，这多就还肮脏，它的眼睛这样子，跟个乒乓球这么大，哦，这么大只的肮脏，这个就是特别啦。大家看多利去哪了？那只多利，就是这种，就是养殖的石斑，或者是板头都在用这种，大部分的板头都是结婚啊、喜宴啊什么的，因为这种的光亮比较稳定。如果说你要叫野生的，怎么可能？很快就缺货了。要先，这个有分大小吗？还是300的，350的。啊，这是350的哈。400的大。好。大只的，大只的比较贵。这一只就是制冰厂，它里面有一个人会把冰块推上那个输送带，然后从那个输送带呢跨越这里，这个就是在磨冰的地方。那磨好冰就会像这样子，它冰就会从那边跨下来，跟跨冰赶快呢。哦，这里声音有点嘈杂。那它的冰块不是在这边做的，它的冰块是送过来的，整个渔港就靠这一只啊。那这个不止这边啊，在前面另外一个渔港那边有几只这种跨冰的，不然这是不够。那这是通常是给渔港在卖鱼的人在用的。大家看这个。这个跟我们之前买的那个清水是不是长得很像？但是这不一样，这是领浆。这个鱼要特别讲一下，它就叫亲嘴，但是呢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种类。那不同种类没关系，主要是因为它价钱差很多啊。这坨活鱼它是亲嘴的一种，但是呢，它叫做领浆。有人把亲嘴叫做领浆，其实是不大正确的，因为它们两个价钱差到快1倍。但是大家仔细看，这一坨活鱼里面有一只是亲嘴，就是亲嘴啊。这是亲嘴，这个亲嘴。很明显看到啊，这一只就特别不一样，这只就是清脆。那旁边这些啊，我们叫做领浆，它的价钱是差很多的。但它们可以统称都叫做裸夹鲷，因为其实长得很像，但仔细看它的肤色是不太一样。这是一般的清嘴，那这个就是领浆。领浆700块，开到700呢，1倍以上，真的是，哇，大只的丝啊，这鲜度好好，连这个冰卷都可以拿下来标。大家看一下。
你与其要去150块钱去水族馆买门票去，不如直接来鱼市场就好了。这就是欧维当啊，因为这里有人问这个鱼要怎么样抓。我之前看了一个网络节目，不是网络节目，我之前看一个旅游节目，也是那种电视的然后有个主持人，他就去抓鱼，靠北他妈抓那个鱼的尾巴，抓鱼千万不要抓鱼的尾巴，要怎么抓呢？来示范一下，抓鱼啊，就捧着它的肚子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它尾巴就不能甩来甩去，鱼的尾巴力量是最大的。然后小心不要碰这个，这就是倒吊，它倒吊后面有个刺，一个不小心等下被它割到就不好了。这个水族箱比水族馆、水族箱还要更有趣，而且还是触摸池，对不对？不过像那个特屌，你就不要去摸它的尾巴，好不好？你摸它尾巴就完蛋了。好了，我们找到好新鲜的大虾啊！我们东西都已经买完了，任务算是圆满达成了。除了那个冰卷没买到之外，现在就跟我回去看一下大虾的味道怎么样。走。虾中之王，大虾，虾界的霸主。那大家有时候去渔港会看到很类似的是那个就是虎虾，跟这不一样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大虾，或者是你可以叫做明虾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身上有这个斑节，这个的味道它是特别的鲜甜，而且肉质嫩中带 Q 啊。这个大虾，不要看它肉很厚，以为吃下去就甜了呗，就好吃。我们等一下就来料理看看，情况要记得我当。那像这种鲜度的大虾，大概属于90分的大虾。假设活大虾是100分的话，那怎么看它新鲜呢？其实你摸起来它的表皮很光滑，就骨溜的啊，对吧？上面好像还有一层薄薄的那种保水感那这种鲜度就还算可以。然后你可以靠近闻一下，完全不会有一个臭味，这样就是很新鲜。它有个很漂亮，就是它这个尾巴蓝色、黄色的，这个尾巴很漂亮它在新鲜的时候才有这个色泽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它有6只这个钱，我今天没数过。这个虾头千万不要浪费，这虾头拿来熬汤很好吃的。这一块虾膏真的煎熟的时候，我就非常香。这不也吧，而且洗吧不是那种发过的我们来快速处理一下这个虾子，虾子后面还是有一根刷棍，稍微把背切一下，里面这有一只沙筋把它抽起来。然后等你要煎的时候为了让它比较好看，不会 Q 起来，所以我们把它后面这个节理的地方稍微断一下，摆盘起来就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好那我们等这里锅子加点油，稍微让油温拉上来一点之后呢，就把刚剥好的大虾放上去。那大虾放上去的时候，不要直接去翻，稍微让它表面起一点梅纳反应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香味整都起来了？有够香的呀！这是我刚切好的芦笋，真正下这芦笋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于它另外一面已经熟了之后呢，煎另外一面时间同等时间再煎这个芦笋时间就会差不多。就是这个感觉。我刚煎差不多没有2分钟吧，它表面它那个梅纳反应酥酥脆脆那一层就已经起来了。那差不多像这样8分熟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海鲜最忌讳的是什么？之前有一个大厨讲得很好，宁可煮不熟，也不能煮过老意思就是说，尤其这种新鲜海鲜千万不能把它煮过老差不多了。再给它撒一点盐巴。再挤上一点这个荷兰带回来的美乃滋，再撒上点辣粉，稍微提点一下就好，不要多好了，大功告成香煎澎湖明虾，看看这个上面就要这种酥酥香香的煎成这样子，搭配这个芦笋和美乃滋，先吃一口原味。这个生熟度掌握的恰到好处，好不好？试试看沾这个蛋黄酱的，配一口这个芦笋，very good， 非常好吃这个正大黑的美味，跟那个什么天使红虾泰国虾不在同一个等级啦。那当然，因为它价钱也贵很多几乎是他们的2、3倍吧。好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集更精彩的节目再见拜拜。